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你推荐一本能够改变你人生轨迹的书《见识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吴军博士，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、硅谷投资人，更是一位洞察人生的智者。他曾就职于谷歌、腾讯等顶尖科技公司，并著有多部畅销书，如《浪潮之巅》、《数学之美》等。而《见识》这本书，则是他对人生智慧和成功哲学的深刻总结。你可能会问，见识究竟是什么？它为什么如此重要？让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。在20世纪初，有一位年轻人，他怀揣着梦想来到纽约，希望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城市中闯出一片天地。然而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。他找不到工作，身无分文，几乎陷入了绝望。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一位老人。老人对他说：“年轻人，你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缺乏见识。”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年轻人。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方向，最终成为了一位著名的企业家。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 IBM 创始人托马斯·沃森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并非缺乏能力或努力，而是缺乏一种能够洞察机遇、把握方向的见识。而《见识》这本书正是帮助我们提升这种能力的宝典。1. 见识的本质：洞察力与判断力。首先，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见识的本质。吴军博士在书中指出，见识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，更是一种洞察力与判断力的结合。它是一种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提炼出关键要素，并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。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被各种信息所包围。然而，过多的信息反而会让我们迷失方向，甚至产生认知偏差。例如 confirmation bias 确认偏误会让我们只关注那些支持我们已有观点的信息，而忽略其他重要的数据。这种现象在投资领域尤为常见，许多投资者因为过于自信而忽视了市场的真实信号，最终导致亏损。那么，如何提升我们的见识呢？吴军博士建议我们一广泛阅读，跨领域学习。通过阅读不同领域的书籍和文章，我们可以拓宽视野，避免思维定式。例如，阅读历史书籍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智慧；阅读科学书籍可以让我们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技术趋势。2. 培养批判性思维，不要盲目接受任何信息，要学会质疑和分析。通过多角度思考，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看待问题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3. 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，与来自不同文化、行业和领域的人交流，可以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思维方式，从而提升我们的见识。吴军博士在书中提到一个案例，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在硅谷工作，他发现公司内部的信息流通不畅，导致许多项目进展缓慢。于是，他主动承担起信息整合的工作，并开发了一个内部信息平台。这个平台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，还让他在公司内部获得了广泛的认可，最终获得了晋升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提升见识不仅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还能为我们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。见识与决策，理性与直觉的平衡。接下来，我们来探讨一下见识与决策的关系。吴军博士认为，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的决策质量，而决策质量又直接影响着人生轨迹。在决策过程中，我们常常面临理性与直觉的博弈。理性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各种选项的利弊，但过度依赖理性可能会导致分析瘫痪 （analysis paralysis）， 使我们迟迟无法做出决定。而直觉则是一种快速判断的能力，它基于我们过去的经验和潜意识中的信息处理。然而，直觉并不总是可靠的，它可能会受到情绪和偏见的影响。那么，如何在决策中平衡理性与直觉呢？吴军博士建议，设定决策框架，在做出重要决策之前，先设定一个清晰的框架，包括目标、限制条件和评估标准，这样可以避免情绪和偏见的干扰，使决策更加理性。2. 收集充分的信息，在做出决策之前，尽可能收集相关的信息，并进行深入的分析。通过多角度思考，我们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各种选项的利弊。3. 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，也要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。直觉有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，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4. 小步试错，快速迭代。对于一些复杂的决策，可以采用小步试错的方法，先进行小规模的尝试，然后根据反馈结果进行调整，这样可以降低风险，提高决策的成功率。吴军博士在书中分享了他在投资领域的一个决策案例。他在投资一家初创公司之前，进行了详细的尽职调查，并设定了清晰的投资框架。然而，在最终决策时，他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，最终做出了投资决定。事实证明，这家公司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在决策过程中，理性与直觉的平衡至关重要。3. 见识与行动，知行合一的力量。
有了见识之后，如何将其转化为行动呢？吴军博士强调，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面临行动力不足的问题。拖延症 （procrastination） 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，它让我们无法将计划付诸实践。拖延症的原因有很多，包括对失败的恐惧、对任务的厌恶、对自身能力的怀疑等。那么，如何克服拖延症，将见识转化为行动呢？吴军博士建议： 1. 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将长远的目标分解成具体的、可实现的小目标，这样可以让我们更有方向感，也更容易获得成就感。 2. 制定详细的计划，为每个目标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，包括时间安排、任务分配和资源分配等，这样可以让我们更有条理地开展工作。 3. 建立激励机制，为自己设定一些奖励机制，例如完成一个阶段的任务后，给自己一个小奖励，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积极性。 4. 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，可以互相鼓励、互相支持，共同克服困难。 5. 保持积极的心态，面对挑战和困难时，要保持积极的心态，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不断调整策略和方法。吴军博士在书中讲述了他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挑战。他的团队在开发一个新产品时，遇到了技术难题，导致项目进度严重滞后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他并没有气馁，而是积极寻找解决方案。他组织团队进行头脑风暴，并邀请外部专家进行咨询，最终成功解决了技术难题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在行动过程中，保持积极的心态和灵活的思维方式至关重要。4. 见识与人生，追求卓越与幸福。最后，我们来探讨一下见识与人生的关系。吴军博士认为，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和幸福指数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（Maslow's Hierarchy of Needs）， 自我实现 （self-actualization） 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。当我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，实现自我价值时，我们就会感到幸福和满足。那么，如何通过提升见识来实现自我价值或者幸福呢？吴军博士建议： 1. 不断学习，超越自我，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，不断挑战自我，超越自我。通过学习新知识、新技能，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开创更美好的未来。 2. 追求内心的热爱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，并将其作为人生的目标和方向。当我们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时，我们会感到更加充实和快乐。 3. 保持谦逊与感恩，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，都要保持谦逊的态度，感恩身边的人和事。谦逊和感恩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拥有的一切，并激励我们不断前进。 4. 关注社会，贡献力量，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，也要关注社会的发展，积极参与公益事业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有意义。吴军博士在书中分享了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。他认为，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追求卓越，并为社会创造价值。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，讲述了他在硅谷工作期间，如何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，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，也为公司和社会做出了贡献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提升见识不仅能帮助我们实现个人目标，还能让我们的人生更加有意义。见识这本书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，还教会了我们如何将见识转化为行动，最终实现自我价值，获得幸福。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，阅读见识，践行书中的智慧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会发现： 1. 你的视野更加开阔，思维更加敏捷； 2. 你的决策更加明智，行动更加果断； 3. 你的人生更加充实，幸福感更加强烈。记住，见识决定命运，行动成就未来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提升自己的见识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最后，我想用吴军博士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一个人能走多远，取决于他的见识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拥有非凡的见识，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